警告：以下内容将彻底颠覆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如果你不愿意面对赤裸裸的现实，现在就关闭这个视频。但如果你准备好了解那些掌权者竭尽全力隐藏的真相，那就继续往下看。因为你即将获得的信息不仅可能改变你的人生轨迹，还可能让你在这场全球金融游戏中占据先机。想象一个规模宏大、光怪陆离的赌场，霓虹灯闪烁不停，欢呼声此起彼伏，金钱流动的声音不绝于耳。现在准备好接受这个惊人的事实，这个赌场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全球经济体系。而你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为了这个庞大赌博机器中的一个棋子。但这个赌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的规则是由极少数人制定的。这些人就是那些高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大企业家、政客和金融巨头。他们不仅制定规则，还确保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让我们仔细审视这个赌场的5个层级。第一级，大企业家维护现有世界。第二级，创业者努力改变世界。第三级，白领勤勤恳恳，收入安稳。第四级，股民愿意发财，只能投机。第五级，彩民把人生交给运气。此刻你属于哪一级？大多数人可能处于第3级或更低，但请记住，这并非命中注定。了解这个系统如何运作，你就有机会打破桎梏，攀登社会阶梯。现在让我们深入剖析这个游戏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规则。这些规则就像隐形的锁链，束缚着大多数人，却为少数人创造了无限机会。规则1：钱生钱的魔力。富人之所以能够持续积累财富，是因为他们深谙复利的力量。爱因斯坦曾称复利为世界第8大奇迹，这绝非夸大其词。简而言之，复利就是你的钱会生钱，而生出的钱又会继续生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举个例子，假设你有10万元初始资金，每年以10%的复利增长，30年后你将坐拥174万元。看起来不错，对吧？但如果你每月再增加1000元投资，30年后你的财富将暴增至惊人的650万元以上。这就是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的核心原因之一。但这里有个残酷的真相，通货膨胀正在无情地侵蚀你的财富。如果你的钱不能以超过通货膨胀的速度增值，你实际上是在变穷。这就是为什么把钱放在银行储蓄账户是最糟糕的理财方式之一。规则2：风险和回报。在这个金融赌场中，高回报总是与高风险如影随形。但真正的内幕是，那些顶级玩家懂得如何将风险转嫁给他人，同时独享丰厚回报。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大型投资银行玩了一个惊天大骗局，他们创造了复杂的金融产品，将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包装成看似安全的投资，然后卖给了毫不知情的投资者。当泡沫最终破裂时，这些银行早已赚得盆满钵满，而损失则由普通投资者和无辜的纳税人买单。这种私有化利润、社会化风险的做法，正是金融精英们最常用的伎俩。他们利用复杂的金融工具和法律漏洞，在赚钱时独占利润，亏损时却让整个社会为之买单。规则3：信息不对称。在这个游戏中，信息就是一切。那些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总是比其他人更早获得关键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内幕交易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但在现实中却屡禁不止。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某科技公司的总裁在公布季度财报前，悄悄告诉他的朋友，公司即将发布一款革命性产品。这个朋友立即买入大量股票，等消息公布后，股价果然飙升，他轻松获利数百万。
而普通投资者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股价上涨，懊悔不已。这种信息不对称不仅存在于股市，在各行各业都普遍存在。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能够接触到普通人无法获取的重要信息，这使他们在做决策时总是占据优势。规则4：杠杆。杠杆是一把双刃剑，它能让你的收益成倍增长，但也能让你瞬间倾家荡产。金融精英们深谙杠杆之道，他们知道如何在风险和回报之间取得平衡。例如，在房地产投资中，聪明的投资者会利用银行贷款，也就是杠杆，来购买房产。假设你用20万元首付买了一套100万元的房子，如果房价上涨 10%， 你的投资回报率实际上是 50%， 因为你只投入了20万元自己的钱。但要小心，杠杆也会放大你的损失。如果房价下跌 20%， 你不仅损失了全部首付，还背上了债务。这就是为什么在使用杠杆时必须格外谨慎。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规则5：心理学在金融中的作用。市场并不总是理性的，因为市场是由人组成的，而人往往被情绪驱动。恐惧和贪婪是影响市场的2大主要情绪。聪明的投资者懂得利用这一点。例如，当市场恐慌性抛售时，他们会逆势买入优质资产；当市场过度乐观时，他们会适时获利了结。沃伦·巴菲特的名言“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别人恐惧时我贪婪”就是这个道理的完美诠释。了解并控制自己的情绪，同时利用他人的情绪波动，这是在金融市场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剖析金字塔的每一层，揭示那些不为人知的内幕。这些秘密将帮助你理解为什么社会财富分配如此不均，以及各个层级的人们面临的真实处境和挑战。第1集：大企业家。在金字塔的顶端，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成功的商业领袖，而是整个经济游戏的制定者。这些大企业家拥有足以影响整个行业，甚至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源和影响力。他们不仅参与游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不断地重新定义游戏规则。以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为例，他的商业帝国不仅彻底改变了零售业的格局，还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重新定义了现代商业的概念。亚马逊的赔本赚吆喝策略，即通过长期亏损换取市场份额的做法，让许多传统零售商难以为继。这种策略看似是为了消费者利益，实则是一种强大的市场垄断手段。当亚马逊被指控实施垄断行为时，他总是能巧妙地辩护，声称自己只是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这种论调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掩盖了一个事实：通过压低价格和提供看似更好的服务，亚马逊实际上在扼杀竞争，最终可能导致消费者选择的减少和价格的上涨。这些大企业家的真正秘密武器是什么？那就是将风险社会化，而将利润私有化的能力。当他们在赚钱时，利润全部归自己所有，但当面临亏损或危机时，他们却能够说服政府提供救助，最终由纳税人买单。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银行业救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大银行们在危机前肆无忌惮地追逐利润，当危机来临时，却以大而不能倒为由，获得了政府的巨额救助。但更令人震惊的是，许多大企业实际上在积极游说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规，以此来阻止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市场。这种做法被美化为行业自律或保护消费者利益，
但实际上是在构建法律壁垒，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些看似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实际上长期被少数几家大公司垄断。大企业家们还精通一门艺术，塑造社会叙事。他们通过控制媒体、资助智库和学术研究，来影响公众对某些议题的看法。例如，他们可能会大力宣传企业社会责任，将自己塑造成社会公益的守护者，而实际上这些行为可能只是为了获得税收优惠或改善公众形象。此外，这些大企业家们往往拥有庞大的人际网络，包括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重要人物。这种关系资本使他们能够在危机时刻获得支持，在机遇来临时快速抓住机会。普通人可能一生都难以构建如此强大的人际网络。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层级的人往往有着极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长期视野。他们可以承受短期的巨大亏损，只要能看到长远的巨大回报。这种思维方式使他们能够进行大胆的创新和投资，而这正是他们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第二集，创业者。创业者常常被媒体描绘成勇敢的冒险家和潜在的未来大企业家。然而，创业的现实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要残酷得多。根据多项研究统计，超过 90% 的创业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那么，那些成功的创业者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真相是，很多所谓的独角兽公司及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其实是在烧投资人的钱。他们通过持续的补贴和低价策略来快速获取市场份额。这些公司的目标往往不是盈利，而是快速增长，然后在高估值时退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会看到一些从未盈利的公司却能估值数十亿美元。优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多年来，优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它的估值却在不断攀升。为什么投资者愿意不断向一家亏损的公司注资？因为他们相信优步最终将主导整个打车市场，到那时就可以随意提价，获得超额利润。这种策略被称为赢家通吃，即在某个市场中，最终的赢家将获得几乎所有的收益。然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创业者来说，这种策略是极其危险的。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大多数创业公司都无法承受长期亏损。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很多创业公司在刚起步就夭折。他们可能有好的想法，但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他们度过初期的亏损期。创业者们还面临着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技术和市场的快速变化。一个看似有前景的创意，可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新技术或新模式所取代。例如，共享单车曾经是一个热门的创业方向，但很快就因为过度竞争和管理问题而衰落。此外，创业者还要面对来自大企业的压力。当一个创业项目显示出潜力时，大企业往往会迅速跟进，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快速占领市场。例如，当某个社交应用的新功能受欢迎时，大型社交平台往往会迅速在其产品中推出类似功能，这极大地阻碍了小公司的增长。尽管如此，创业仍然是推动经济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成功的创业者往往具备几个关键特质：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快速学习和适应的能力、出色的团队管理能力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他们能够在失败中学习，在逆境中成长，并且有能力说服投资者相信他们的愿景。第三集，白领。在金字塔的中间层，我们看到了数量最多的群体——白领工人。这个群体常常自诩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就能获得安稳的生活。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他们正在一个不断加速的跑步机上奔跑。白领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尽管名义工资可能在增长，
但实际购买力却可能在下降。房价的快速上涨使得许多白领即便工作多年，也难以在大城市买得起房子。教育成本的增加则让他们为子女的未来感到担忧。这些因素都在无情地侵蚀着白领阶层的收入和生活质量。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许多传统的白领工作正面临被取代的风险。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报告显示，到2030年，全球可能有多达8亿人的工作将被自动化技术所取代。这意味着那些认为自己工作稳定的人，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技能已经过时。例如，在金融行业，许多分析师和交易员的工作已经被算法和人工智能系统所取代。在法律行业，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接管文件审查和基础法律研究的工作。甚至在医疗行业，人工智能诊断系统的准确率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过了人类医生。这里有个残酷的事实，在现代企业中，大多数员工都被视为可替换的资源。当公司需要削减成本时，裁员往往是首选方案。这就是为什么终身雇佣的概念已经成为了历史。在这种环境下，白领们必须不断学习新技能，提高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才能在就业市场中保持竞争力。白领阶层还面临着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挑战。科技的发展使得工作可以无处不在，许多人发现自己难以真正下班。长时间工作、高压力和缺乏休息不仅影响身心健康，还可能导致家庭关系的紧张。此外，白领阶层也正面临着来自上下2个方向的挤压。一方面，他们需要与不断涌入的年轻人竞争，这些年轻人往往掌握着最新的技能和知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难以突破到更高的管理层，因为那里的位置有限，竞争激烈。面对这些挑战，许多白领开始寻求副业或尝试创业，希望能够增加收入来源，提高财务安全感。然而，这又带来了新的压力和风险。总的来说，白领阶层正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的时代。要在这个时代保持竞争力，他们需要不断学习、适应变化，并且找到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取得平衡的方法。那些能够成功应对这些挑战的人，可能会发现新的机遇，而那些无法适应的人，则可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第4集，股民。在金融世界的食物链中，股民常常被戏称为韭菜，意指他们是被反复收割的对象。这个比喻虽然刺耳，却不无道理。大多数股民都以为自己在进行明智的投资，实际上他们更像是在一场巨大的赌博中下注。股市的涨跌往往与公司的实际价值关系不大，而是由各种复杂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市场情绪、突发新闻、政策变动，甚至是大资金的恶意操纵。在这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普通股民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让我们来看一个惊人的统计数据。据权威研究机构调查，超过 95% 的日内交易者最终都会亏钱。这个数字令人震惊，但并不令人意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散户投资者实际上是在与那些拥有内幕信息、先进的高频交易系统和雄厚资金实力的金融机构对赌。这就像一只羊试图在狼群中生存，结局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很多股民陷入了一种被称为追涨杀跌的恶性循环中。当他们看到某只股票连续上涨时，害怕错过机会，于是在高点恐慌性买入。然而，当股价开始下跌时，他们又因为恐惧亏损而在低点匆忙卖出。这种行为模式正是大机构最喜闻乐见的，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散户的恐慌心理，在低价时大量买入，在高价时再卖给这些情绪化的散户。许多股民还容易受到所谓内幕消息的诱惑，他们幻想通过一些小道消息就能在市场中占得先机。然而，
真正的内幕信息是绝不会轻易流传到普通投资者手中的。更多时候，这些所谓的内幕消息不过是市场中的谣言，或者是大户故意放出的烟雾弹。另一个常见的陷阱是过度自信。一些股民可能因为一两次成功的投资，就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市场的规律。他们开始加大投资力度，甚至借钱炒股。然而，他们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短期的成功很可能只是运气的结果，而不是实力的体现。还有一些股民沉迷于技术分析，花大量时间研究 K 线图、各种指标。他们相信通过这些图表就能预测股价走势，但他们忽视了一个关键点：过去的表现并不能保证未来的走势，尤其是在一个被大资金操控的市场中。那么，普通股民是否就注定要成为韭菜呢？也不尽然。关键在于改变思维方式和投资策略。首先，要认识到股市投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要指望通过短期交易赚快钱。其次，要学会分散投资，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再者，要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金融知识和风险管理能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你可能永远无法战胜那些拥有巨大资源优势的机构投资者，但你可以选择与他们合作，比如通过购买指数基金或者优质的主动管理基金来参与市场。记住，在股市中，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市场，而是你自己。控制贪婪和恐惧，保持理性和耐心，也许你就能避免成为被反复收割的韭菜，而是成为一个明智的长期投资者。第5集，彩民。在金字塔的最底层，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群体——彩民。彩票常常被称为愚蠢税或穷人税，这样的说法虽然刺耳，但并非毫无道理。政府和彩票机构通过出售一夜暴富的梦想，巧妙地榨取了穷人的血汗钱。让我们来看看彩票中奖的概率。以美国最受欢迎的彩票之一 Powerball 为例，中头奖的概率约为 2.92%。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打个比方，你更有可能被陨石击中，或者成为美国总统，而不是中彩票大奖。尽管如此，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周都会购买彩票。为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彩票可能是他们感知到的唯一翻身机会。在一个阶级固化、社会流动性越来越低的世界里，彩票提供了一个虚幻的希望，只需花很少的钱就有可能改变一生。这种心理加上人类与生俱来的对概率的错误认知，使得彩票成为了一个极其有效的割韭菜工具。但是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残酷事实，即使你真的中了大奖，也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多项研究显示，许多彩票大奖得主最终的生活质量不升反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为缺乏理财知识而很快挥霍一空，有些人被突如其来的财富改变了性格，疏远了原有的社交圈，还有人被无休止的亲朋好友纠缠，甚至遭受勒索和威胁。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些大奖得主最终陷入了比中奖前更糟糕的财务困境。他们习惯了奢侈的生活方式，当奖金耗尽时，却无法维持这种生活。有些人甚至因此背负了巨额债务，最终宣告破产。这就是为什么你经常会听到那些中了大奖后生活反而变得一团糟的故事。彩票的另一个隐藏危险是它可能加剧赌博成瘾。对于一些人来说，购买彩票可能只是一种偶尔的娱乐，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可能成为一种难以戒除的瘾。他们可能会花费越来越多的金钱在彩票上，幻想着下一张彩票就能改变命运。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个人财务健康，还可能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和家庭矛盾。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明显的风险和不利因素，彩票仍然是许多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
政府们往往将彩票收益用于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这使得彩票获得了某种程度的道德合法性。但是，我们不得不质疑，这种本质上是在剥削穷人希望的做法，真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吗？最后，我们需要认识到，真正的财富积累是一个缓慢而稳定的过程，需要知识、技能、努力和时间。寄希望于彩票这种近乎不可能的偶然事件，不仅浪费金钱，更可能浪费了改善生活的真正机会。与其幻想一夜暴富，不如将这些钱用于教育、技能培训或者开始一个小生意。这些选择虽然看似平凡，但却是改变命运的更可靠途径。在这场全球金融游戏中，心理因素往往比冷冰冰的数字更重要。了解并掌控以下心理因素，可以让你在游戏中占据上风。一、损失厌恶。人们对损失的痛苦感要远大于对等量收益的快乐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投资者会死守亏损的股票，却急于卖出盈利的股票。认识到这一点，你就能做出更理性的投资决策。二、锚定效应。人们在做决策时常常会过度依赖第一条信息锚。比如看到股票从100元跌到50元，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便宜的，但实际上50元可能仍然高估。始终要基于内在价值做决策，而不是基于任意的价格锚点。三、从众心理。羊群效应在金融市场中非常普遍，人们倾向于跟随大众，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投资泡沫。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盲目跟随市场情绪，这可能会让你在别人恐慌时看到机会，在别人狂热时保持清醒。四、确认偏误。人们倾向于寻找支持自己已有观点的信息，而忽视相反的证据。在投资中，这可能导致你对持仓股票过于乐观。学会主动寻找反对你观点的信息，这将帮助你做出更平衡的决策。五、过度自信。许多投资者，特别是在经历了一段成功期后，会变得过度自信，低估风险。记住，市场总是在变化的，过去的成功不能保证未来的成功，保持谦逊和警惕。现在你已经了解了这个金融游戏的内幕，你面临两个选择：一、继续做一个被动的参与者，任由系统摆布；二、利用这些知识，主动塑造你的财务未来。记住，知识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改变来自于行动。从今天开始，制定你的计划，逐步实施。也许你无法立即改变整个系统，但你绝对可以改变自己在这个系统中的位置。最后，我要提醒你，这个游戏永远不会停止，规则也会不断变化。保持警惕，不断学习，随时准备调整策略。这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你准备好了吗？因为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而是这场全球金融游戏的积极参与者。记住，在这个游戏中，要么你玩这个游戏，要么你被这个游戏玩弄。选择权在你手中。现在，睁开你的眼睛，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因为只有当你真正理解了游戏规则，你才能开始赢得这场游戏。加油！未来是属于那些敢于挑战现状、不断学习和适应的人。你就是其中之一。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